第三只眼 The Third Eye 是由 T. Lobsang Rampa 所著，于1956年首次出版的书籍。这本书声称是一位西藏僧人的自传，描述了他的灵性成长和关于西藏佛教和神秘知识的见解。然而，后来有人质疑了这本书的真实性，认为它是虚构的。以下是第三只眼中的一些关键内容。童年和成为僧人，书中讲述了作者童年时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被选中成为西藏僧人。他描述了僧侣的生活和培训，包括学习有关佛教、冥想和其他灵性实践的知识。第三只眼的开发，书中的一个主要主题是作者声称他成功地开发了他的第三只眼，这是一个通往灵性境界的内在力量。他详细描述了如何通过冥想和心灵实践来达到这种状态。灵性体验，书中包括了作者的一些灵性体验，包括超自然现象、前世回忆和对宇宙的深刻洞察。西藏文化和传统，作者描述了西藏的文化、宗教和传统，包括关于达赖喇嘛的信息以及西藏僧侣生活的细节。外星人接触，书中还包括了一些有关外星人接触和未来的预言。这部分内容引起了争议，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佛教教义。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只眼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有许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认为它可能是虚构的。T. Lobsang Rampa 的身份和故事真实性一直备受争议，因此读者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对待这本书。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启发了他们对灵性和宇宙的思考。第三只眼中， T. Lobsang Rampa 详细描述了他的童年和成为僧人的经历。以下是关于这一部分的更详细描述。T. Lobsang Rampa 原名 Tuesday Lobsang Rampa， 于1910年出生在中国，后来被称为 Thondan， 是作者的童年名字。他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在童年时遭受了一些不幸的事件。他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充满了神秘和冒险。在童年时，他经常有关于前世回忆和超自然现象的梦境和体验。在书中， Rampa 写道，他在年轻时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而被送往一个僧院，这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地方。他的家人认为将他送到僧院会使他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在僧院，他接受了僧侣的培训，包括学习佛教的教义、冥想、瑜伽和其他灵性实践。他还学会了西藏的语言和文化。Rampa 描述了在僧院的严格生活，包括早起、沉默、长时间的冥想和修行。他描述了僧侣们如何生活、吃饭、祈祷和学习，以及他们如何维护僧院和关心僧团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Rampa 声称他逐渐开发了自己的第三只眼，这是他认为能够打开灵性视野的内在力量。他通过与其他僧侣的互动、冥想和心灵实践来达到这种状态。他声称，通过这个第三只眼，他能够获得对宇宙和超自然领域的深刻洞察。这一部分描述了 Rampa 在童年时期的起源，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西藏僧人，并开始学习佛教和灵性实践的经历。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 Rampa 的身份和故事真实性备受争议，因此这些描述可能被视为虚构。在第三只眼中， T. Lobsang Rampa 详细描述了他声称自己成功开发的第三只眼，这是一种能够通向更高灵性境界的内在力量。以下是关于第三只眼的开发的更详细描述。冥想和内省，
Rampa 声称他通过长时间的冥想和内省来逐渐开发第三只眼。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冥想过程，包括如何找到内心的宁静，以及如何聚焦注意力并将其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他认为冥想是通向第三只眼的关键，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超越物质世界，进入更高的层次，感知和直觉。通过冥想和内省， Rampa 声称他能够逐渐增强他的感知和直觉能力。他描述了一种通过第三只眼看到或感知事物的经验，这超越了常规五官的感知方式。他声称这种感知能力使他能够了解事物的更深层含义，包括看到人们的能量场和前世回忆，通向灵性境界。Rampa 认为第三只眼是通向灵性境界的关键。通过开发第三只眼，他声称他能够获得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更深层次理解。他描述了与更高级别的灵性存在接触的体验，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接触来获得智慧和指导、疗愈和预知能力。Rampa 还声称，开发第三只眼可以增强他的疗愈能力和预知能力。他写道，他可以通过第三只眼看到人们体内的能量和健康状况，以及预知未来的事件。需要指出的是， Rampa 的关于第三只眼和灵性能力的主张在学术界和科学界中一直备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些主张缺乏科学证据，并可能是虚构的，因此读者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描述，并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见解来评估它们的可信度。在第三只眼中， T. Lobsang Rampa 描述了他声称自己经历的一些灵性体验，这些体验超越了常规的现实和感知。以下是关于这些灵性体验的详细描述。前世回忆， Rampa 声称他通过第三只眼和冥想，经常回忆起他的前世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一些前世的经历，包括生活在不同地点和时代的情节，以及他的前世身份和经历。这些前世回忆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连续性和轮回的概念，这在佛教和印度教中是常见的信仰。超自然现象，书中包括了一些关于超自然现象的描述，例如灵魂投影、心灵感应和通灵能力。 Rampa 声称他能够超越物质界限，与其他灵魂进行交流，或者在非物质形态中存在。这些超自然体验使他认识到了物质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对宇宙的洞察。通过他的灵性实践和第三只眼， Rampa 声称他获得了对宇宙和宇宙中的事物的深刻洞察。他描述了一种对宇宙的超越性理解，包括了解宇宙的起源和运行方式。这些洞察力使他能够回答一些关于生命、死亡和存在的哲学问题。与高级灵性存在的接触， Rampa 声称他能够与高级灵性存在接触，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和指导。他描述了一些与这些存在的对话和互动，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接触来获得启示和解答。需要指出的是， Rampa 的这些灵性体验在学术界和科学界中备受争议，因为他们缺乏科学证据，并且被认为可能是虚构的。这些描述反映了他个人的信仰和经历。读者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这些内容，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见解来评估它们的可信度。在第三只眼中， T. Lobsang Rampa 描述了西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他在西藏僧院的生活。以下是关于这些方面的详细描述。西藏佛教，书中详细介绍了西藏佛教的核心教义和仪式。西藏佛教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独特的佛教传统，
受到印度佛教和当地宗教信仰的影响。Rampa 描述了僧侣们如何每天参与佛教仪式、念经、修行、默念祷告和奉献祭品、宗教仪式和节庆。书中描述了一些重要的佛教宗教仪式和节庆，如赞普林节、蟒山节和绕塔的仪式。这些仪式通常与宗教咏唱、舞蹈、仪式装饰和香烛有关，它们是西藏文化的重要元素。达赖喇嘛，书中也提到了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佛教的最高领袖和精神领袖。Rampa 描述了达赖喇嘛的地位以及他在西藏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达赖喇嘛在西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同时也是政治和宗教领袖。僧侣生活， Rampa 描述了在僧院的生活，包括僧侣们的日常活动、规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他讲述了僧侣们如何与社会互动，以及如何维护僧院和关心僧团的需要。西藏语言和文化，书中提到了西藏的语言和文化。西藏拥有自己的语言，被称为藏语，以及独特的文化传统，如绘画、雕刻、传统服装和建筑。Rampa 学会了西藏语言，并在书中描述了一些与这门语言相关的经验。这些描述帮助读者了解了西藏文化和佛教传统，以及 Rampa 在西藏僧院的生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Rampa 的书籍在学术界和宗教界中备受争议，因为有人认为他的身份和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因此，读者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描述。在第三只眼中， T. Lobsang Rampa 声称他曾经与外星人接触，这一主张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以下是关于他在书中提到的外星人接触的详细描述。外星人的描述， Rampa 声称他与外星人接触的这一经历发生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描述了这些外星人为来自不同星球的高度发达的智慧生物，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如心灵传输和快速移动。这些外星人被称为 Adepts， 他们据说有着非凡的智慧和科学技术。知识传授，根据 Rampa 的说法，这些外星人与他分享了关于宇宙和生命的深刻知识。他们教导他关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目的以及灵魂的轮回。这些知识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星人的任务， Rampa 声称，这些外星人的任务是帮助地球上的人类进化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他们传授了有关心灵成长和超自然能力的知识，以及关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平衡的教导。外星人的争议，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宗教和灵性教义，以及科学界的常规理解。许多人质疑 Rampa 的外星人接触是否真实，认为这可能是虚构的，或者是他的个人信仰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 Rampa 的外星人接触的主张一直备受争议，因为他们缺乏科学证据，而且被认为是虚构的。读者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这些内容，并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见解来评估它们的可信度。这一部分内容使第三只眼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书籍，并吸引了关于 Rampa 的真实性和信仰的广泛辩论。